女孩是通过捐精出生的，可没想到她和生父见了一面后就生了一个孩子，因此警察怀疑婴儿是生父的，这可是法定强奸罪啊，必须查清严惩，可不查不知道，一查惊吓一跳。还有其他2名女孩通过网上联系，证实3人是来自同一名捐献者，并且还都与生父见了面，整的警察不得不怀疑他们都发生了关系，这简直是太乱来了。而黄博士分析，生父可能是为了剥削，也可能是遗传性吸引。When children are separated early from their biological relatives and then reunited many years later, sometimes there are overwhelming feelings of sexual attraction. This can happen between siblings or between father and daughter. 但怎么说这也是犯罪，必须将生父逮捕归案。随后根据女孩们提到的信息，2名女警假扮夫妻来到了捐献的种子银行，谎称想生一个孩子，指明要141号捐献者的种子，而这人就是女孩们提到的生父。可不走运的是，141号的种子5年前就用完了，因为他太受欢迎了。见状，警察急忙提出看看他的资料，假装要找一个差不多的，而银行也很痛快答应了。就这样，他们成功获得了141号捐献者的资料，然后就在网上比对查询后，找出他是一名器官移植医生，名字叫永强。那接下来就是登门拜访了。不料当得知警察的来意后，永强顿时变了脸色，这种事当然不能在家人面前谈。随后他就跟着警察回了派出所。可永强称捐献时都是匿名的，根本没和孩子们见过面，甚至连妻子都不知道有这事。即使有孩子来认亲，我也绝对不会见他们的。但是警察已经拿到了3个女孩的口供，她们都声称见过你了，并且你也告诉了他们自己是医生，这要怎么解释？不料永强竟辩解这是有人想敲诈我，如果有女孩说她见过我，那纯是在撒谎。可警察不信，当即让他进行指认和 DNA 比对，而医生也很愿意配合，于是女孩们就开始了指认。哪知3个人的说法一致，就是这些人里没有见过面的生父。这倒把警察弄懵了，便让他们再看仔细点。然而他们表示确实没有，这就尴尬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事后警探们分析，如果女孩们都和永强上过床，有可能是会保护他的，而目前的铁证就是等待 DNA 比对结果了。但本森突然想到，如果永强说的是实话呢？那女孩们到底见的是谁？于是为了搞清这个问题，警察又对3人进行了审问，可他们坚称没有保护任何人，生父并不在那些人里面。那警察只好明言，你们见的人并不是你的父亲，这让女孩一时难以相信，声称可他告诉我的事情都跟资料上相符。他说他一直都想来见我，来了解我，我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是我想要的爸爸，而我也想跟他在一起。至于婴儿当然也是他的。见状，警察又问后来呢？结果吃完饭后，女孩说就和那人去了酒店，先是共舞了一曲，然后就都和对方发生了关系。虽然他们知道这会让人不理解， But I thought he really loved me, that he was my real father, the one that I've been waiting for. But he wasn't? 对此警察默认了。 Oh my god. 看得出他们竟都很失望。而就在这时 ，DNA 比对结果也出来了，永强果然是3名女孩的生父，但却不是婴儿的父亲，并且数据库里也没有这人的 DNA， 所以可以得出，姑娘们并没有和永强发生关系，而是和一个假冒生父的人，并且这个人知道如何引诱，该引诱谁？因为受害者都是一些渴望父爱的孩子。那接下来就是如何揪出这个人了。而从种种迹象表明，这人对永强都非常了解，好像就是在针对他，因此这个问题还得去问永强。可谁知警察还没登门，永强家却出事了。女儿泰勒得知父亲是名捐献者后，很是接受不了，不仅大骂永强变态，还嘲讽他有成百上千个孩子。而细思极恐的是，他可能在和亲兄弟谈恋爱，因此泰勒受不了了，打算离家出走。殊不知他这一走竟犯了大错，而巧合的是，警察也在这时赶到了。于是永强把怒火都撒在了2人身上。然而警察是来办案的，当即讲明了利害关系，让他老实配合。永强这才不敢造次了。可他实在想不出是谁想报复自己，不料妻子却突然提到一个人，就是一个曾被丈夫炒掉的同事。而这时永强也想起来，称去年去参加同事的生日派对，竟发现他得了震颤性手抖，显然不再适合做手术了，于是我就将他开除了。所以这么看来，同事就很有嫌疑了。随后警察就在酒吧找到了这名前同事，进行了审问，而同事也承认确实恨永强，也知道他捐种子的事，因为永强到处吹嘘。但当警察质问你是不是和他捐种生的女儿联系过后，他却否认了，声称只认识一个泰勒，连他都觉得老爸很会吹牛，甚至还在我的生日派对上抱怨过，不过是对着另一个人，可我醉得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是他告诉我泰勒抱怨了很久。所以这么看来，那个人又有嫌疑了。殊不知泰勒离家出走后，正是来找了那个人，他把对父亲的不满都向对方倾诉了。不料男人也很是会安慰泰勒，3言2语就让他破涕为笑。然后2人在共舞了一曲后，男人慢慢对泰勒伸出了魔掌。而此时永强正因为女儿彻夜未归急坏了，为此又报了警。随后警察就勘察起了泰勒的房间，很快就在他的邮箱里发现了异常，有人给他发来了一首爵士乐。可母亲证实女儿讨厌爵士乐，而是喜欢古典音乐，不过也表示很久没听到这首歌了。然后警察就随口问你知道这首歌，结果母亲坦白大学时有个初恋叫玉田，是他经常放这首歌。而这话当即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可母亲称好多年都不联系了，他也不太可能认识我女儿。但就在警察失望之际，母亲突然想起，去年在被炒掉同事的生日派对上，他好像也来了。
再结合同事描述的当时情景，母亲也意识到玉田可能带走了女儿。随后永强就督促警察赶紧去抓人，但玉田的公寓已经人去屋空了，手机也停机了，一时难以找到他的行踪。可永强还是暴躁不已。然而警察想先弄明白玉田的动机，但永强也不知道，还嘲讽他就是个窝囊废。可警察分析这是报复，似乎是私仇，甚至怀疑是因为争风吃醋引起的。妻子也只能猜玉田可能是觉得永强抢走了我，但我俩是先分手的。不过这时警探查到了一个消息，玉田曾因替考被逮捕过，而永强也坦白是我揭发的。所以这就是结仇的原因了。这时妻子也收到了一条短信，正是玉田发来的，他想见他。虽然永强吃醋了，但妻子为了救女儿必须去。结果玉田等来的却是警察，可他坚决不说出泰勒在哪，于是警察只能先将他逮捕了。不料到了派出所后，他仍是不开口，表示只对前女友说，但也坚称是泰勒主动想要和我在一起的。他现在显然需要我，我们一相遇就发现跟彼此心有灵犀，甚至有几秒钟我以为他是前女友。泰勒需要被倾听和关注，而不像永强那样只督促他刻苦学习。但随即警察提到了永强的其他女儿，质疑你也是这么关注的。不料玉田当即沉默了，随后思考了一番后，终于说出了真相。 I knew he had donated sperm in college. After talking to Taylor and seeing how lonely she was, I started wondering about his other daughters. Well, it's not as if he cared about any of them, right? God, beating the bishop for a living, playing God. He's got 100 kids out there. He never thought for 1 second what it meant for them to grow up with a hole in their lives. In pain, fatherless. So you became that father. And you went online to the donor website, posed as donor 141, arranged to meet the girls. I just wanted to give them a father's love. Sure. The emotions were so strong. They needed more. So I gave them what they needed. 想不到玉田竟如此厚颜无耻，把骗奸少女说得这么冠冕堂皇，还斥责永强不配做父亲，他不配拥有女儿，不配拥有家庭。而至此真相也就大白了，剩下的就是让他交代泰勒的下落了。然后玉田就直接和前女友对话了，但他首先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俩人先要共舞一曲，而永强要在一旁看着他的妻子和别的男人跳舞，并在此期间，玉田吐露了对女人的依依不舍。最后在曲终之时，他说出了一个秘密，哪知女人听了后顿时脸色大变，冲上去就想掐死玉田。原来他刚才说的是他已经杀了泰勒，这简直是要了母亲的老命。并且不仅如此，玉田还一直折磨着永强夫妻，因为他就是不说出泰勒的尸体在哪。然而警察却感觉不对，这不是玉田的犯罪手法，但也已经找遍了他经常去的酒店，却并没找到泰勒。而这时本森突然想起，玉田曾说泰勒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找的都是快捷酒店，也许应该再去高档酒店找一下。而思路改变后，警察果然在一间国际酒店里成功找到了泰勒，谢天谢地他还活着。但泰勒开口就问玉田哪去了，警察只好告诉他玉田对你父母说你已经死了。结果泰勒压根就不信，而本森刚想解释，哪知他立即打断，声称玉田都已经告诉我了，永强根本不是我亲爹，他才是我生父。警察当即反驳那是假的，然而泰勒就是当真了，他拼命喊着只想见玉田，而看这状态，泰勒已经是彻底被洗脑了。果然玉田最后还是成功破坏了永强的家庭，